哎，大家好，大家好，我叫吴鼎啊，我叫吴鼎。哎，2楼的朋友们好，辛苦辛苦啊。然后我今年27岁，我最近发现我身边一些当家长的同龄人开始逼小孩上兴趣班了。我有一个哥，他给他孩子报了一个少儿表达班，在我们老家一个4线城市，1年要5万。我人都傻了，按小时计费。我说这哪是表达呀，这不打表吗？我当时就很奇怪，我说学这个东西要5万吗？啊，你真想表达，你不如给我教孩子讲脱口秀，对吧？你给我5万，别说教他讲，他讲我爬都行，对吧？咱爷俩也整个漫才，这玩意儿好，这玩意儿整好了能上春晚啊。我小时候，我6岁的时候，我爸带我去少年宫报特长。他看着那一墙的班，问我你想学哪个？我说我想学街舞，特别帅。他说对，数学确实不错。我说老头什么时候聋的呀？我说想学街舞，街舞。他说哎呦，你这么想你就错了，街舞不提分没用，还危险，1年死好几个跳街舞。数学好，数学好，数学提升成绩还安全，对吧？你仔细想想，你是不是想学数学？你是不是想学数学？是不是想学数学？是不是想学数？是不是想学数学？哎呦，我当时是不知道我想学啥了，但是我知道他想让我学啥，他还不死心，他看我还是不乐意，他说那个，你听好，这不是普通的数学，这是奥数，知道奥数吗？啊，奥特曼教你学数学。我说我要学，我要跟奥特曼学数学，连哄带骗报了个奥数班，上课第1天才知道人家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学的第一个题叫鸡兔同笼。老师在台上读题说，把鸡和兔关到一个笼子里，先数出共有36个头，再数出共有100条腿，让你算出鸡和兔各有几个。我听完我就举起手了，我说老师这个题有问题，这个题不用算，数头那一步就结束了。我认识鸡和兔子，我可以看脸。你正常人数头的时候就应该分出来，对吧？这是鸡兔子，鸡兔子，鸡兔子，哪个傻子这么数呀？头。哎呀，全是头呀，这得算一下子吧。老师说，这位同学啊，那按你的逻辑做这个题的时候不认识鸡和兔子，你又当如何应对呢？我说先认识鸡和兔子。这个智商就别学奥数了，分清楚畜生吧。老师说你别着急啊，你听听巧妙的数学是如何解决的。他说你可以用假设法，假设所有的头都是鸡头，36个鸡就有72条腿，一共100条腿，腿多了怎么办？把多出来的腿给鸡装回去，一个鸡装2条腿就变成一只兔子。你看看能够你拼几只兔子，一个拼好兔的概念。哎，这个方法真的很巧妙，但问题是我当时太小了，我听不懂。我当时听人说话只能听懂字面意思，就是当老师说鸡装上2条腿能变成兔子的时候，我迷失在数学里了。我想了半天，我想不明白。我见过鸡。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我养过鸡，没有能变形的鸡。我们过年也杀鸡，没有这种情况啊！把鸡抓起来，刚准备杀，鸡说等会儿，拿出2条腿安上了，认错了。4条腿，兔子。哎，抓你的时候明明是鸡呢，哎呀，人家是小兔鸡。所以去年第1轮就淘汰了啊，有自己的艺术理解。我当时还跟老师在那争，我说老师，鸡变不成兔子。老师说在这个题里啊，鸡能变成兔子。我说鸡在哪都变不成兔子，要变你变去吧，反正鸡变偶不变。所以复活赛又淘汰了啊，有自己的艺术坚持吧，反正是啊。但是当时老师是坚持不住了啊，换了一种高效的沟通方式，能不能变？问你能不能变？
哎呦，我这孩子一打就聪明，我说能变，鸡不变我变，别打了。真的很难受，讨厌学奥数，而且周围很多同龄人都是上这种兴趣班，其实都是家长感兴趣的班。你这种逼迫人的学习方式只会带来压力和痛苦。我很讨厌奥数，我后来还去查了一下，奥数到底是谁发明的？有一个说法是苏联人发明。1935年，苏联的一个教育学家提出把奥林匹克运动精神和数学竞赛结合在一起，发明了奥数这种教育模式。他旨在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推动国家发展。1991年，苏联没了。苏联学了56年奥数啊，就学会了第一步啊，解。谢谢大家，我是吴鼎，谢谢。吴鼎的索票通道倒计时。吴鼎在今天2次，呼唤了去年的自己。因为艺术坚持。对，记仇，跟自个儿记仇。我觉得好像可能很多人都对他的上一篇爽文脱口秀，就是微剧的那脱口秀，对，短剧那个人生靠想象的那个，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是不是也是春春和罗老师没有拍灯的原因？我是因为就是吴鼎上一次那个短剧的那个段子实在是太疯了，现今光芒直冲云霄，参见神君。所以就是很期待他，因为你看过他疯起来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就是对于今天这个，我觉得稍微冷静了一点点，就还是希望他太正常了，是吧？对，太正常了，就希望他可以更疯一点。对啊，屋顶着火呀得。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吴鼎？其实还好，因为人不能一直疯呀，就是因为本身这个话题是一个比较实的话题。就是我觉得我当时就是很讨厌上培训班，学过很多。我小时候学过什么电子琴、书法、水彩画、什么奥数、吉他，就没有一个能坚持下来的，所以我都不喜欢，就每天很痛苦。我觉得这种时候我就一直在质疑很多那种教育嘛。哎，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吴鼎。尤其是上一次，我觉得你找到了人间最棒的那个金句，就是人间的所有美好靠想象。回去之后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对呢？这个话说的，所以才说上一轮的表现给大家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对，更高的期待。对，而且我希望，因为我拍这灯，就是我希望他这次也许没有上回那么的什么，但是我希望他给他激发出来，吴鼎能激出来特别好的东西，希望能够在后边的演出中多看见你。我也是想展示一下不同的这种风格嘛，因为上次鲁豫老师没有拍灯，这次拍了我还挺开心的，就是2轮凑够4个灯了。哇，他可以，他记仇记得很细啊。是的，记得非常细。稍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吴鼎的票数。这已经不够290了。来，毛队。哎呦，哎，3选1，吴鼎，现在选择权到了你的身上。就很不好做选择。哎呦，观众还想看哪个呀？菜菜，大家想看菜菜。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观众实现自己的愿望，好吧？菜菜吧，来吧。菜菜来喽！上一期这位演员提到了卫生巾的羞耻，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总能在生活的尴尬当中找到他的脱口秀的灵感。掌声欢迎菜菜。Hello， 大家好，我是菜菜。Hello， 我是一个贵州人啊。就我们贵州人真的特别喜欢吃火锅，就夏天再热也要吃火锅。就吃着吃着吧，发现周围男人的上衣开始消失了。这火锅不光辣嘴巴，还辣眼睛。桌上的肉越来越少，凳子上的越来越多。有时候我都后怕了。旁边男人的灰背心去哪了？刚刚吃的真的是毛肚吗？
我有点慌，因为我不知道背心要烫几秒。但我好羡慕啊，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坦荡啊，因为我就是稍微露出一点内衣肩带都会非常的尴尬，而且肩带这东西吧，它很不争气，就每次我越紧张的时候，它越要往下滑。就比如说面试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掉带子。而且甚至有一次我的肩带它都不是往下滑，它是那个钩子太松了嘛，就直接掉到了地上。那是一根白色的细肩带，我当时正在和客户开会，太尴尬了，我想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结果旁边的男同事悄悄地凑过来提醒我：“你的充电线掉了。”然后我刚松一口气，他就弯腰去给我捡了。这是我第一次希望一个男人别绅士，也别近视。但他捡起来凑近一看，手一抖，又给我扔了。我就感觉这个充电线它漏电了。我就一直不明白，就一件内衣100-200嘛，动不动就100-200，为什么会连肩带都固定不了呢？直到最近啊，就是我开始频繁的讲这个段子嘛，然后大数据它就开始给我推了一种产品，叫内衣肩带固定带。你们听听这个名字，就感觉它是一个绕口令。内衣肩带固定带，大妹帮小妹挑小麦。一些奇怪的喜剧技巧。但是我就怀疑嘛，会不会是肩带下滑了，所以说固定带的那个销量才会上去啊？因为不然内衣肩带露出来有什么好尴尬的呢？是因为会让人联想到胸吗？但胸不是很常见吗？胸是什么？胸是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这不是你喜欢的吗？我明白了。对不起。但我发现吧，就是如果你不尴尬，你就不需要花钱去解决这个尴尬。就比如说我有个健身的男生朋友啊，他夏天就只穿一种衣服，就是那种非常性感的健身背心，那个腋下特别大，都垮到胯了。我这个朋友，我身高刚好到他胸口嘛，然后夏天风特别大的时候，我走在他旁边啊，经常就能够感受到从他的背心吹出来的穿堂风。那个风一过，我就能看到他的胸。我记得有一次我俩在一个路口等红绿灯嘛，我在他左边，他的右边正好站了一个和我差不多高的女生，一阵穿堂风吹过，我俩的视线就交汇了。我当时女生都懵了，噗的一声笑了出来。这个男生看我俩笑了，他也懵了，他就问我：“你们认识啊？”我说：“也不认识，就是看对眼了，一眼看到头了。”但他一点都不尴尬，他从来没有想说他要不要买个胸贴贴一下，反而过了一会儿他就跑到我的面前抖了一下他的胸肌，说他今天练了1小时都要炸了。我真的觉得他好夸张啊，就胸肌如果会爆炸，他坐飞机过安检是要被拆除的呀。就安检口得放2个箱子，一个放打火机，一个放胸肌。但我还是很羡慕，因为我觉得男生他身材很好，他可以穿性感背心，但如果他身材像弥勒佛，他也穿性感背心。女生就完全相反，你比如说淘宝上最畅销的2款内衣，一款是小胸显大，另一款是大胸显小，对吧？而且这种内衣其实都很难穿，所以说我们女生就回家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脱掉内衣嘛。然后我就发现啊，我的室友她的变化非常的大，就她甚至可以做到早 C 晚 A。就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我以前就是为了把胸型调整的好看，我还会穿那种聚拢型的内衣、提拉型的内衣，调来调去确实调成功了啊，就成功的把我的胸型调整成了讨好型。
然后我是 C 嘛，我说的是我的脱口秀水平。然后就是我之前就是为了对抗地心引力，我甚至会去穿那种特别紧的钢圈内衣。然后我有一次去做乳腺检查的时候，那个医生就跟我说，这种内衣它会压迫你的身体，然后就是会增加得乳腺结节的风险。我知道对男生来说信息有点太多了啊，就会增加的这个风险。但是其实他一开始也不是直接跟我说，他是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穿的这什么东西？当时给我问懵了。我就回答了一句我现在想起来都尴尬的想要尖叫的话，我说啊，不好看吗？当时那个医生看我的眼神啊，就感觉这个钢圈它压迫的是我的脑子。但其实唯一一个被钢圈压迫过脑子的是孙悟空。就你们想象一下，孙悟空如果是个女的，那个金箍就会变成2个。做成钢圈内衣戴在他的胸前，齐天大圣的秘密。然后就会和他的那个豹纹小皮裙就更配了。可以。然后他每一次大喊妖精，是俺老孙一棒。然后他一举起金箍，肩带就掉下来了。然后妖精就会说：“你才是小妖精。”但是我就想说，就胸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对吧？其实就每个人都有嘛，男的也有，也分大小。就是他们不穿内衣，所以不知道自己的胸围。所以我在想说，就是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们对待胸的态度更坦然呢？我想是，如果说用它分类行不行？就比如说节目组的赛制。用胸围来分组，这才是真正的突围赛。但这样目测的话，我就会和毛豆分在一组。但我最后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用身体来定义人，对吧？因为这样的话，就害怕我们就看不到男人的才华，就只能看到他们的胸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祝大家开心。赢了！菜菜，锁票通道开启。谢谢。菜菜为什么这次选择了这个题目？我从小到大就是会受到这种困扰，就比如说我初中的时候，我和我一个关系很好的男生朋友聊天嘛，然后聊着，就是我跺了一下脚，我就发现他的视线就变成一个逗猫棒。所以说我就挺想聊的，因为我想把这个东西就是说破嘛，我觉得是真正困扰我的东西，所以就想说一下。真的是西红柿炒鸡蛋那一块真的很古灵精怪。哎，大老师那个梗是我们和编剧讨论的，是送给你的。谢谢，我当时都懵了，我说这是我的礼物吗？我的生日还没到呢。好喜欢啊！谢谢。我的感受啊，就是因为女生会有身材焦虑嘛，小胸要变大，大胸要变小，然后要穿这个钢圈的内衣，然后她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的这段话，我觉得他是反打回来的一个有力量的一个说辞。这个钢圈压迫的其实不是你的胸，是你的脑子。我觉得这个点打得特别的有力量。谢谢老师。当然，它本身笑点够密，那些好像听起来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也是你才是小妖精，也是非常想要拍灯的点。仔细想是很有条理的。我想多说一句，因为我前几天跟一个女嘉宾在对谈的时候，她就讲她小时候，她打篮球的时候，她说每一次投球会有很多男孩在篮下等着她投球，因为她的那个身材比女孩可能发育要早一些。她说她就为了很怕到篮前被人看，她就离得远远的投篮，她居然就练出了一份很过硬的那个3分投篮的技术。就你问所有女孩，如果个儿特别高，她成长期间一定是含胸的，就是你很难特别坦然的。然后你再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生活成本是很高的，因为内衣很花钱，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特别舒服的、合身的、得体的内衣，它其实从小到大我们是要花很多钱的。我是觉得脱口秀舞台上女孩们特别可爱，就是她们讲的题材非常的广泛，而且很敢讲。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讲
女性的内衣，我从来没有想过，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被解放的感觉。我为什么会选毛？我是觉得幽默它就是要带一些讽刺的，那个刺它就是会有一些尖锐的东西。我觉得舞台是盾，然后脱口秀是矛，然后它能保证我在这个舞台讲话的时候不被打断和不被打。菜菜的表演结束之后，吴鼎回到现场。我们来看一下，在吴鼎和菜菜的表演结束之后，他们的得票情况。非常好的成绩，272票，恭喜菜菜进入到下一赛段。